溥仪在欢迎汪精卫的宴会上致辞一位朋友说，此时贪污成风，特别是汪派官员们一掷万金，扩天扩地，但是币值天天在跌，小部分公务人员也活不下去，尤其是若干清闲的官署中人，如考试院、审计处、印铸局等都无功可办，也无粮可出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诸如此类的谈话，虽说是形容绝倒，但是都与实际情况差不了多少。股票狂潮由盛而衰，在抗战极激烈的时候，上海的币值一泻千里，大家都忙着囤货，但这是要有实力才能做到的。我和各界各行的人都有接触，有人劝我早做准备，保持币值，我就依了他们的话。最初每天诊金收入，除了开支，多余下来的钱可以买白报纸2领。这时白报纸的价格一天天直线上升，渐渐的我只能买1领，再过几天连1领都买不到了。又曾改囤阴丹士林布、糖精、奶粉之类，这些东西也天天暴涨。后来每天诊金收入只能买3包洋烛，或仅能买英美香烟1罐。再后来，多余的一些钱什么也不能囤，只能买1-2个银元。市民在这个时期开口不讲别的，只问你囤什么。似乎除囤货之外，大家没有其他生计。有钱的人以及新贵钞票太多，为了避免黄金美钞价格日益高涨，于是经济当局就导引这种泛滥货币到3家交易所去。本来上海有纱布交易所、金银交易所、证券交易所，开战之后交易清淡得很。此时大家都从事于这项买卖，每天出入数字极大，因为币值跌得快，所以大家都赚了钱，钱越赚得多，参加人也越来越多。当时连韦府的新贵也混入其中做买卖。记得有一件事时，有一回纱布飞涨，76号的吴四宝做的是空头，有一位潮州巨商做的是多头。吴四宝这一次失本失得很多，他便亲自带了许多配枪的人到纱布交易所去，口口声声说要取缔投机，捉拿捣乱金融分子。这样一来，市价就在1天之中跌去了1半。其实这是吴四宝为了保持自己财产玩的把戏，那位潮州巨商竟在这次风潮中逃得不知去向。从前上海上市的股票大约只有100种以内，对象有限，币值的泛滥无限，于是股票的飞涨也一天一天不同，1小时和1小时不同。股市中最火的是永安纱厂和星光内衣厂的股票。星光内衣厂老板傅良俊，在厂子开业时我就认识他。该厂最初的规模仅是小本经济，设在吕班路3德坊弄堂口，占据着一个弄堂的几间房，只有3架缝衣机。他的太太亲自坐在机旁工作，专为法租界一批穿西装的人修改衬衫。当时上海的原装衬衫衣袖太长，一定要经过修改，所以这个档口生意很好。傅军脑筋动得很快，就向外国订了裁衣机、缝衣机以及衣料等，在3德坊租了一幢楼，专门制造内衣，牌子叫做斯麦托，因为斯麦托3字是洋泾浜英语最流行的时髦。不久，生意源源不断，货如轮转，连南洋及东南亚一带都向他订货。又因为宣传得力，于是他就迁出3德坊，开了一家很大的星光内衣厂。待到股票风潮来临，傅军的股票上市很早，他也相当有魄力，在虹口大连湾路购买一块空地，开始建厂。于是其股票列为小型实力股的第1位。他在很短时期内
便把这块地皮造成一个大厂，于是开始大量生产，而股票越发越多。傅君办事能力极强，在与女性交际方面的发展也很大，差不多著名的交际花都和他有相当的关系。老西门方汪路、金方汪中路有一个姓牛的人家，他的家人有病都有我看。他家有一位小姐，长得好似天仙化人，仪态万千，竟然也是傅君的朋友。傅君的品格和谈吐实在很粗鲁，料不到所交的女朋友个个都温柔出众，真叫人艳羡。后来股票市场停业，无数人手中都拿着一沓废纸。傅君也到过香港，但是他的手法在香港却打不开，最后移居台湾，郁郁不得志而逝，这是后话了。向导新兴形势大变，在沦陷时期，忽然出现了一种向导社。我第一次见到社中人，是在新雅酒楼吃饭时，邻座有4个朋友呆坐着并不点菜。我问他们约了些什么客人，他们笑嘻嘻地说，我们用电话叫了4个向导社的女子，他们答应即刻就来。我就想到在报纸上也曾见到一家向导社开幕的广告，据说在外国也有这种组织，是专供陪伴旅客游览的，在上海这还是一种新兴事业。所以我也在隔座留意着，想看看来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女性。隔了大约10分钟，果然见到4个女子走到他们的座位边来，穿的衣衫一律是蓝色的布旗袍，看上去好似制服一般。他们入座之后，和客人有说有笑，有一个还大发议论，说导游也是一种正当职业，不过初次出来做这一行，有许多地方不熟悉，希望客人原谅。我听到他们谈吐很斯文，脸上并不涂得花花绿绿，一点也没有妖冶的姿态。